小的应该是茉莉花。茉莉花很香，我也很喜欢茉莉花。但我还不知道茉莉花的花语是。它有个谐音梗。茉莉花。茉莉。梦里。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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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茉莉不要离开。茉莉。茉莉哦，茉莉，就是说就是会茉莉长长久久跟在一起这样。对，茉莉。是的，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感情观念。而且白玫瑰它也是那种很纯洁、真诚。真诚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它很炙热，我感觉。老师可以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吗？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哎呀茉莉，茉莉，是不是不错？感觉这个表达有点妙啊。我想到那个沙发。很好笑的点是因为宇航其实是很大一只，你知道吗？挤到角落里面。然后我感觉宇航他不太敢转身去那个，他一直都说是吗？是吗？感觉就是一看就是两个人都特别向往那种纯洁呀、真挚的爱情，就像茉莉花一样。哎，那说到这儿，他们有茉莉，咱们也有茉莉啊！巧了不是？咱们细品一下刚刚的对话，就像开启了这瓶康师傅茉莉蜜茶的时候，立刻就可以闻到茉莉的清香一样，而且每句话都值得回味，就像茉莉蜜茶的回甘。是的，朋友们，让我们用蜜茶举一个吧，祝愿他们都能够收获到心中美好的爱情。好喝，满口都是茉莉清香。是的，配合着茉莉清香，我们继续来看吧。好，那我们走，拜拜。狗狗好，狗狗棒。哎，狗狗好啊！你要是不是在厨房尿尿的话，我也不会去找你拿扫把。原来是这样。我可能，如果说真的没有这种很偶尔的机会，我就会设计一下。设计一下去。哦，不经意间的刻意了一下。天哪，这很勇哎。但我还挺高兴你后来有就是陪我一起。因为我们是责任型恋人。你想坐哪边？你坐这边。可以。哦，这里真的小鸟哎。他们是鹦鹉吗？会不会学我说话？他们俩靠好近啊，是情侣吧？有可能是夫妻，应该是。你看，我们俩隔好远，我们俩现在有一个银河。对于那个对比那个比例尺来的话，这边确实是银河。可能是想我们大吃特吃。哎，所以那个卡片你是会带在身上还是？我带了。你带了，在哪？可能放在包包里。在包里，因为我那个卡片还没有上色。所以说就是那个男生没有，对，那个是空白的。对，但是你看那个身高差其实是知道的。哎呀，瞧瞧，有点害羞。可是我们男生都差不多高啊。所以我说我在赌啊，哇，好猛啊！
所以你当时上学就不在？我小学、初中都是在国内，高一有一个学期也在国内读的。后面就不在。后面就不在。在美国读到大2就回国了，但是后面因为一些家里的一些原因，决定还是就是留在国内，可能重心还是放在那个事业上面，帮家里把这个生意给，就是因为之前有出现一些危机什么的，然后想就是能稳固起来先这样子。所以你就等于是在你和家里面选了家里面。对呀，因为我觉得养育我是父母，那我也不可能只顾着自己，我也要考虑他们。很有责任心。那你是家里的独生子？不是，我还有个姐姐，她已经是3个小孩的妈妈了。3个小孩。很可爱，3个小孩子都很可爱。那像你，那你肯定是属于是，你还蛮喜欢家庭的，怎么感觉？对啊，我挺喜欢也小孩。没有，也没有结婚。啊？我觉得要负责，所以会很慎重。我会想很多，其实我会考虑很多。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去照顾别人。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你不会想让对方就是有吃苦啊什么的。可是不应该。所以我不敢，我不敢就是轻易的做这种决定。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太愿意生小孩，就是因为没办法确定自己能不能够照顾好将要出生到这个新世界的新生命。对啊，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很真诚的喜欢，其实不会在乎这些啊。就我觉得吃苦无所谓啊，就可以一起去努力的一件事情呢。这个3观上有点差别了。情感观吧。就是一个很尖锐的话题。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其实爱情都是建立在面包的基础上面。我不这么觉得呢。我以前也不这么觉得，但是我现在就是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也会给对方想，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选择之类的。只要饿不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就是看自己的欲望在哪里。我觉得欲望这种东西，是根据你自己来决定的。对啊，但是就是你平平淡淡的时候，你想要更多东西，有时候就会。那我就会去，就是更努力的去往那个方向走，但我不会说因为这个就去否定掉，觉得吃面包更重要。女生完全是可以跟男生一起吃苦的性格。反正对某些东西的观点3观上会有一些差别。也不是说面包更重要，我的意思是就是这爱情真的就是基于面包这个基础上面才会有的东西。就像你花如果没有土壤，它就是开不了。有石头也可以开呀。哦，所以开。你见过石头里开花吗？但是真的就是很难得。就其实我会觉得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可能是我能够解决掉的事情。那你会觉得感情到最后2个人在一块儿会变成亲情吗？会啊，毫不犹豫的会。我觉得感情到最后就是亲情。那这一点我们俩不一样。我觉得爱人是你可以选择的家人。对啊，爱人是我可以选择的家人，但他前提是我的爱人。哎呦呵，对，这话没错呀。就是爱情和亲情都是有爱的嘛，那个爱的本质是一样的。2个都对说的。你不觉得爱情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形容为比较炙热的火花这样子的词语吗？但是火花其实是容易熄灭的。我的就是，但也有说细水长流的爱情。
我觉得亲情就更多是有陪伴。茉莉花的花语里面就有陪伴的意思，陪伴，因为它的花期很长，其实就是长相厮守的意思。女生真的很纯爱，我感觉陪伴还是很重要。那你会是有情绪会说的人吗？会啊，我之前不会说，但我现在觉得要说，要有效的沟通。那我说的是有效的吗？有效啊，我觉得我们聊很多呀。真的是有效的吗？有效，有效，非常有效。很有趣，挺好看的。不是他没 get 到他说的有效，说两码事儿了。刚刚他们两个约会的这个话题，是一个经常被探讨的话题，就是你会愿意开启一段爱情，是自己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时候，还是说随时来接纳这个感情的到来？我比较感性，我不太会去设限自己，我觉得哪个来了就哪个。我的感性的一面会说，就是感觉到了就开始。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复杂，它不是一个说我今天靠感觉就能维持到很久的东西，它是需要靠技术，它需要靠真心，它需要靠太多，它的维度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都得去考量。我不想把爱情这件事情框上一个框架，感觉来了也好，当我准备好的时候也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强求的。当你准备好，你的爱情也不一定会到。然后你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就算没有准备好，可能他也愿意陪你一起去经历某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勇敢的去爱；当你觉得有顾虑的时候，那你就要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等你想去爱的时候，再去爱吧。从小到大会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哇，你要让自己经济独立啊，然后你要有能够照顾人的能力。后来慢慢就会觉得，人生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在好的感情里面，不好的感情里面，其实你都在学习跟成长。不要太去拘谨在你一定要让自己有能力、有爱情、有面包，然后你才愿意去经历这件事情。所谓的要先有面包啊，还是再有爱情？我自己会跟自己讲说，那我要一边啃面包，然后一边照顾我那个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个玫瑰。我觉得先有面包再有爱情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面包是不是一定要从爱情中来？可能以前的环境，男性会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去提供这个面包，女性会觉得我需要从关系中得到这个面包。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觉得，面包是一个独立于爱情、独立于关系的话题，就是我需要面包，我就自己去创造。那比如说爱情最后变成亲情这件事情呢？爱人变成亲人之前，但是前提你先是爱人嘛，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我跟我弟经常探讨，因为我弟结婚了嘛，他就是其实跟我就是说，好像跟他以前想的就不太一样。婚姻到后面，你更像一生当中的合伙人。我的解读会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升华吧，因为我自己有一群朋友，常常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很多婚姻美好的样子，可是你真的就会觉得他们的相处其实比较像家人。婚姻了之后，我觉得它会诞生出亲情的内核，但是爱情和亲情，我觉得始终还是两种不同的感情的关系，或者说感情的模式。我觉得要像对待爱人那样去对待他。就是别套上太多的他是我亲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亲人了，所以怎么样都可以。往往可以更长久，还是把它归位在他是我的爱人，是我爱情里的那个伴侣的这个角色去相处。只有两个人都尽力的去保持激情的延续，才能维持这个激情的火花。不然的话，这段关系的体验不会是最好的。
我们都没结婚呢，哪能感受到爱情最后变亲情？是，确实一帮没对吧？就看我们的人，一群小孩儿，你们懂啥？对不对？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啊，不要过度解读。那我们6组的约会已经全部都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下原石，好不好？好、啊。你们那边有2颗已经在手里了，特别的恭喜。咱们这边啥都没有。对，但是我还是比哈尼克子多，所以可以的。你别要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他们今天约会结束之后，大家的心动短信是怎么发的？会不会感觉？乐晨的关系会给多多？我觉得乐晨这次应该是非常明确的给多多。对，迟迟和瑞龙，我磕。我在你这个一票，我也很喜欢他们2个。方医生跟小娇都是蓝了嘛，对吧？对他俩肯定互相。你觉得宇航还会给一帆吗？就是2种对于爱情的3观的不太一样的这番对话还会一样吗？我觉得会，因为他们只是在讨论不同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一帆会给宇航，但宇航我有点担心。我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不用猜，直接来给我们答案。首先呢，我们请公布所有女生的短信，请看。吃给了瑞龙，王爵给了乐晨，多多给了乐晨，小远给了小娇。哦，我觉得有情可原，他不能天天都给乐晨吧？乐晨跟他都没有互动，对，都没有什么交集，可以放缓一下脚步。来看一下所有男生的心动短信。娇是给了卢宇啊，你看互给。所以你看，他们几乎就今天见面的人都互相给对方了，明确了，都是互相的。好，这很合理，明确了。嗯，然后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乐晨的心思了，因为他今天跟2位女生都有了一个小小的约会嘛，那他的选择是给了多多。大家看看短信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儿童节快乐。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王爵的儿童节快乐其实还挺，是不是一种 say bye bye 啊？感觉有点，应该是吧？我觉得有点像是 say bye bye 的感觉。对，就是很平静的表达吧。对，今天很开心，如果有机会，故事还想继续听完。感谢你一天的照顾，卡包做得很棒，今天很开心。这就是朋友的了。谢谢你精心挑选的芍药。这是我收过花朵最大的芍药，真的很美。陪伴确实是最长情的告白。吃给瑞龙，谢谢你对我的蛋糕，下次可以试芝士火锅。太怕辣的了，嘴不硬了。对，嘴不硬。谢谢今天的约会安排，超好玩、超好看、超好吃。方医生，现在你应该很饿吧？期待一下小龙虾。OK。哇！瑞龙，谢谢今天带我一起放松了一下，这是真的，真心是谢谢你，真心是放松了，真心是放松了，明白了。希望惊喜可以多多发生。哇哦 ，OK。多多发生，挺好，还有点心。OK， 航哥是给一帆说的是今天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认识了一个炙热真诚的你。好的，那我们第一次的大约会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约会中呢，有些人逐渐向心仪的人靠近，那么有些人呢，礼貌得体的收获了友谊，还有些人的信号呢，可能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一切都不着急，一切才刚刚开始。每一个心动的信号呢，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知。后续他们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呢？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本节目由花清香茶心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我们每周4、12点真人秀加更，解锁更多心动线索。每周5、周6、12点陪你看心动，心动家族跨季联动，陪你磕个够。
上腾讯视频草场地一键 get 嘉宾同款心动周边。各位，我们下周一起期待一下，在我们的心动公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我们拜拜喽，拜拜。